今年的 iPhone 15呢，必须要有这些规格，我才会比较推荐它。到9年，那 iPhone 14的销量可以说是好像没有达到大家的期待。那先前是从周边厂商的这些周边商品的销量来预判，那到现在陆续有减产啊，还有减价的消息传出来，造成现在有非常多消息传出来说，苹果是在重新整理他们今年推出 iPhone 15的，不管整个产品线的定位啊，或者有一些新的计划在上面。那我们就先来讲讲我个人认为，在今年的 iPhone 15系列上面，苹果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，或至少要有什么样的规格配备，才能达到我的预期，或者说应该怎么定位这些商品，让它在市场上比较有吸引力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讲数字系列好了。我觉得不要玩像去年那种可能在处理器上面做的差异，宁可让整个数字系列跟它的 Pro 跟 Ultra 系列都使用一样的处理器。那可能一样啦，在里面的这些记忆体啊或什么部分稍微有一些区隔，可是不要把前个世代的处理器放在今年新出的一个新机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感觉问题。毕竟数字系列虽然以苹果自己的产品看起来好像稍微低价一点，可是你在整个市场上看来呢，它还是不太便宜。那当大家已经要进入苹果这个市场，挑了一个相对起来还算贵的手机来讲，他们就不会太想要去买到去年的处理器吧。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全线都升上3奈米的 A17。那就像我讲的，里面一些小配备做一些差异化。那况且呢，今年的 A16实在也不太稳定，如果还继续沿用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不太会推荐大家去买那一台。那再我们讲到萤幕，那我觉得苹果在全线的萤幕，通常他们的表现都不错啊。可我们就来讲现在上面的设计嘛。我们知道在14 Pro 系列上面有新的这个动态岛，那我认为全线都应该升上动态岛的这个设计。那并不是代表说我有多喜欢动态岛这个东西，或者觉得它实际上有多实用，而是我觉得如果当你全线的产品都进到这个规格之后，让开发者啊或者一些新功能在上面有更多的泛用性，那也会有更多人为了这个界面去开发出更实用的东西。就是简单你们产品线的这个设计都做一个统整啦，可以让它有更大的发挥。那再来在萤幕更新率的部分，当然我不敢去期待120Hz，虽然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规格，因为很多其他厂商在中阶的机型都已经有了。那我觉得至少也要到90Hz，达到一个基本的规格。那当然或许一般人在使用60Hz跟92或120Hz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差异，可是同样我们讲回来嘛，就是它这个价格定位，你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同样的价格定位，可能在其他厂商是高阶手机的情况，你能买到什么样的配备？苹果手机已经比较贵，那它们毛利相对也比较高的情况下，那我们今天不是期待说它规格超越别人，可是至少跟别人相当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要求。OK， 那在我们讲相机的部分，我觉得这个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应该要下放到数字系列。数字系列我们知道它一般就是配备2颗镜头嘛，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下放这个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你直接就解决这个2倍变焦的问题，因为你可以直接用1200万画素去得到一个双倍变焦的照片。那平常在拍影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做一点数位变焦，它的画质也不会少掉太多。那超广角呢，我觉得要增加它可以对焦还有近拍，那这个也不是在规格上面我有多要求，或是我觉得一般人真的会用到，主要是在实际使用上面。如果你在一些 App 啊，或有些买这些机型可能是给长辈使用的话，那可能你需要扫 QR code， 你至少在近拍的时候拍得到，有办法扫得到。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基本的一个使用体验上面的要求啦。那萤幕大小我觉得大致上可以维持，就是现在这2个机型。有人在敲碗说 mini 回来或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，因为先前的 mini 销量一直不好嘛，那我也不觉得说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改变。那可以维持现在这2个尺寸，然后价格也可以维持一样，那个重点就是规格不要再偷掉。那14跟14 Plus 系列其实就是因为规格偷掉太多，所以造成它反应不好嘛。现在我刚以上讲的这些，你把它的规格补到大家对本来数字系列该有的期待的规格之后，它自然就是一个蛮棒的产品。就像在先前 iPhone 12系列里面，其实数字系列是我最推大家去买的那一台。OK， 下一部分我们来讲到 Pro 跟 Ultra 的部分。那我们还不太确定它会怎么定位、怎么分化、怎么命名，但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它要对得起不管是 Pro 或是 Ultra 这个命名的这个等级。那设计我觉得也应该要再改一下，不要这种好像一样的设计拖好多代嘛，因为以前在 Jobs 的时代，它一样的设计也顶多用2代而已。那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全新设计，让人家焕然一新感觉的设计外形，再搭配 Ultra 这个顶规规格，我相信可以带来不少的买气。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传输孔啦，不管你今天是要用 Lightning 还是用 Type C， 或是比较全线升到 Type C， 我觉得最大的重点至少在 Ultra 这个系列，它的传输速度要跟上现在时代的规格。不然你每次发表会给大家看一堆，你可以拍 ProRes 啊、拍 RAW 啊这些很大的影像档案，然后你秀完肌肉之后，拍完这些档案传不出去，那是有什么屁用？那再来我们来讲散热的部分，散热一定要把它做好。那其实我觉得不太有道理说，在今年14系列反而是在14跟
跟14 Plus， 你把新的散热设计放在那颗相对稳定的 A15 处理器上面，而在相对不稳定、容易发热的 A16却没有做好散热，所以呢，理论上有更高录影规格需求的 Ultra 更需要更好的散热来改善它的使用者体验，或是延长它的续航力。那在萤幕的部分呢，我觉得120Hz 基本上很够用，也不一定要升到 4K， 因为其实在那么小的萤幕下升到 4K 也看不太出来，那相对也会增加耗电。所以以 iPhone 目前萤幕的表现来讲，我算是已经非常满意。那这一点我觉得持平的话其实是 OK 的。那再来我们讲心脏的处理器部分，那3奈米的处理器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开始量产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会放在这个 iPhone 15上面。但我觉得与其说我们一直去看它跑分会到什么样的等级、什么样的数字后，我觉得还是应该专注在它的稳定性。那虽然说现在在跑分或是它的效能部分，可能 Android 其实它的机型也慢慢追上来，他们新的处理器也慢慢追上来，可是其实大部分选择 iPhone 或是苹果的使用者，我们在意的是这个稳定性。那处理器像这次 A16不稳定，其实大大影响了我们使用者的体验，也伤害到了续航力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最终这个使用者整体的体验到底是怎么样，而不是去想说每一代的跑分要进步多少，要加入这么多你其实不会用到的这些规格。因为你跑分如果再怎么高，然后一直发热散热不好，然后它续航力也不好的时候，它有再高的规格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啊。那再来我们讲相机的部分，那我们先讲硬体啊。那在镜头的地方，我觉得可能主镜头的部分我算是非常满意。那这次也升级到4800万画素，那下次会不会感光元件再加大什么？这个我觉得倒是都还好。那我觉得很需要加强的是其他2颗镜头，尤其是现在的长焦镜头，或是说它可能需要有一个更长焦的镜头在里面。我觉得不论他们可能选择是要用这个潜望式镜头去多一颗出来，让它可以拍到更远，那或者是用潜望式加内变焦的方式，让它可以一颗镜头去 cover 可能更多不同的焦段。然后如果你可以再搭配高画素感光元件，那可以再用数位变焦的方式再去 cover 到更远的焦段。反正就是重点，我觉得应该把它冲到顶就对了。毕竟这几年下来，我一直过度保守挤牙膏，已经落后别人太多了。那如果既然要推出一个 Ultra 的一个顶规版，那就把它的规格冲到顶，就是让这些想要看到这些不同科技在 iPhone 上面怎么去使用它的这些使用者呢，可以买到这样的机型，然后可以用到一个最顶规的 iPhone。那软体部分呢，我觉得在相机上面大致上它所有的东西我都还蛮喜欢，像 4K 电影级模式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哦。那其他的录影品质也很好，是不是要拍到 8K 我倒觉得还好，因为重点还是它这个档案容量，还有一般人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去储存跟去传输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需要就是 4K 120 frame。那以我本身是创作者来说，有 4K 120 frame 可以在我的 iPhone 上面用的话，那就代表我平常在拍一些小东西片花，或者在可能拍一些 shorts 的时候，其实它的泛用性会更高。或我出门想要拍一个 vlog 的时候，那我基本上也不用再带一个相机，有时候要带一些片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用我的 iPhone 去拍摄 4K 120。那这个部分我相信苹果处理器一定是做得到，因为现在在其他厂商都已经有这样的规格。那所以今年如果要有 Ultra 的话，我觉得要附上这样的拍摄格式，应该也是非常的合理。那另外还有就是，如果在 Ultra 系列，我觉得拜托要给我们一个更专业的拍摄模式。如果说更专业的拍摄模式，苹果觉得太复杂，要求太多，那我可以退一个10000步，至少让我们在切换镜头的时候，要不要切换到长焦镜头这一点，让我们知道现在到底是用主镜头裁切，还是用长焦镜头去拍摄。因为现在你不知道、看不到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手动切换，真的非常的困扰，变成我都要常常用手去挡镜头，才知道现在到底是用哪一颗镜头。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恼人，所以我觉得 Ultra 系列真的必须要改进这一点。那在续航力的部分当然是需要进步啦，可是我也不想说要求太多，你只要回到先前13 Pro Max 的那个续航力，我觉得就非常的足够，因为重点还是在它的稳定性上面。那当然我们在重量上也要去达到一个更好的取舍了。那我们要想说，为什么在其他家手机上面可以放进更大电池的容量，可是它的手机机身却可以比你更轻？那苹果在设计手机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质感跟实用性上面取到一个更好的平衡？那或者是你不要牺牲质感，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材质，像是钛合金啊什么可以使用它，降轻它的重量的同时呢，不影响它的质感，那同时又可以放进更大的电池去提升它的续航力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电池大不了，那也至少加入这个更高瓦数的快充，至少到别人现在达到的将近1半左右，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够用。因为你没有办法有大电池嘛，至少让我们这些可能有需要，有时候即使要快充的人有这样的选择。那重点啊，就以上这些规格，让它更符合 Pro 或是 Ultra 这个名字应该带来的意义。OK， 好，那重点我还想听到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今年必要的规格，或是有什么真的你觉得啊看到今年有了就一定会吸引你去买今年的 iPhone 15系列？那有什么想法，或者对我以上讲这些有什么想讨论的，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